日降临，岛国灭绝，而我重生在末日降临的3天前，我不囤物资，不盖庇护所，而是依靠上一世共生交通工具的异能，直接把停在岛国港口进行补给的漂亮国特福号航母给开走了。特福号怎么动了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啊！得知消息的漂亮国快80岁的总统被气到心梗，速效救心丸都吃几轮了，还是说不上3句话。而我则是依靠着共生交通工具的异能，掌控着特福号以最快速度向夏国领海冲去。我并不是打算把特福号奉献给夏国。现在距离岛国的狮腹山和漂亮国的石黄火山同时爆发只有3天的时间，到时候末世天灾降临，而特福号将是我在末世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但作为一个夏国人，虽然不能把特福号送给祖国，但我可以将特福号上那些宝贵的信息收集起来交给国家，从各种材料数据到战机、预警机使用、维修手册、核反应堆控制软件、自身管理系统软件等。特福号航母上的这些资料，说不定就能在将来应对末世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我这也算是为夏国、为全人类的延续做贡献了吧。随后，我将自己整理好的硬盘塞进了一台无人潜航器之中。做完一切后，我便开始清点福特号内的物资，有100吨肉类、200吨大米和各种主粮，100吨新鲜的脱水蔬菜和水果，还有和牛、鹅肝、鱼子酱以及各类高档海鲜数十吨，主食充裕，各类饮料、零食也不少。光可乐浓缩液就冷藏了7个2吨半，而2桶半这样的浓缩液就可以兑出25万升可乐饮料。不愧是漂亮国人，囤那么多可乐。因为特福号采用的是核动力，电能是非常充裕的，食物保存在-60度的冻库里，几乎不用担心变质的问题。总共接近2000吨的食物，加上永不断电的超低温冻库，彻底解决了我的食物焦虑。相对于数量庞大、品类丰富的食物，航母上衣物方面就显得单调且稀缺，基本上就是不同尺码、不同用途的男女军装，从夏季到冬季的都有，甚至还有一批为数不多的极地保温作战服，不过刚好适合末世使用。按照末世天灾降临的顺序，我并不打算离开家乡太远。巴蜀自古以来就是土地，只要找个好地方将航母做好伪装放出来，一家人绝对能在末世中过得舒舒服服、安安稳稳。6月30日0点45分，岛国火山爆发终于拉开序幕，1秒内100万公斤的火山灰和各种气体喷抵出，不到10分钟就彻底改变了整个岛国上空的大气环境。火山灰和有毒气体以指数级速度向4面8方扩散，半小时后，岛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拉响了最高级警报，而岛国的火山爆发也导致的电磁波屏蔽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。等到各国的雷达等观测手段又可以使用后，漂亮国政府第一个炸了，他们发现特福号竟然凭空消失了。因为我早已把特福号收进了自己的共生空间之中，而我则已经坐上了前往绅士的高铁，打算趁着社会秩序还没有彻底崩溃前，将绅士的房子处理掉，换成物资，顺便找到父母以及妹妹一起抵抗末日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收到了自己绿茶女友艾宾的消息，上一世我就是被这个绿茶给害死的。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吧！推下去吧，就剩皮包骨头了，炖了都浪费柴火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宝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忙完了就过来看你，等着我啊。我看他是忙着舔副歌呢。好啊，你来吧。我之所以还要留他一命并让他过来，是因为上一世我曾经偷听到艾宾跟曹博文讨论异能珠的事情。曹博文还说他属于某个组织，这个组织不仅在末世第5年后就收集到了大量异能珠，更是早在末世刚开始不久便掌握了异能珠的秘密。所以为了我爸妈和小妹真正具备在末世里活下去的能力，最好就是让他们也成为异能者，越早越好。而且唐一丽、张克勤还有那些末世后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，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找。艾宾活着，说不定还会跟当中的一些人扯上关系，报仇嘛，总要彻彻底底的，一个都不能留。你不会被绿了吧？你很聪明。此时2人都没想过，萍水相逢的2个人将来竟然还有再见的一天。来到沈氏后，我成功把房子以500万的价格卖了出去，随后便开始网购，将收货地点设为老家。2个半小时后，此时已经凌晨，我准备干一票大的，于是我来到了汽车城后门附近，确定没人发现后便翻墙进去。平治的4G632台收了，酷路则还行，3台收入囊中。猛鸟定制版竟然有4台，正好。乌莫尼克居然也有2台，笑纳了。一路走一路收，我都不记得究竟收了多少台车了。此时我还看到停车场上还有一排排高大的房车，二话不说也准备共生了。相对于追求通过性的越野车来说，末世里房车的用处同样不小，尤其是那种重卡底盘改装、自带强悍越野能力的房车，简直就是专门为末世而生的。天亮后，汽车城的车辆盗窃案竟然没有在网上闹出热度，因为漂亮国的那座超级火山爆发了。从这一刻起就没打算给附近的人类留下活路。此时夏国某神秘基地，不可能吧？全球黑暗，那岂不是要世界末日了？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最多10天了。10天我们能做什么？火种计划，张将军，我们是不是要执行火种计划？